大家好，我是自我疗愈师佩蓉。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我为什么要离职呢？我很辛苦的一路读书考试，到最后成为了正式老师。12年之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呢？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教育环境、教育现场里面发现，它跟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不同的。第一个，我认为学生每个孩子都应该是适性发展。从我读书的时候到我教书这么长的时间，我发现教育环境里面大部分还是以考试分数来去决定一个孩子能力高低、学习的成效好不好。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分跟能力还是不见得能够去呈现出来，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一个内心很大的质疑。我还需要留在这个圈子里面吗？他还是这样，进步不如我想象中的大，改变不如我想象中的多。再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很重视我教给学生的东西是能够对他的人生有实质帮助的、有意义的。那我一直教的是高职的国文。那国文大家知道有很多的选文，古文都是距离现在几百年、几千年很经典的那些文章。但是相对的，它跟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社会环境、整个世界的潮流脉动，还有学生的生活经验是不是那么容易去连结的？所以我每次在备课的时候，我会花很多的功夫以及心力去把每一个课文尽量的跟学生的生活经验去做连结，比较不是那么刻板的教书这样的教学方式。但当我后来因为身心的一些因素，我调回来我的家乡彰化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你给他的东西，他会去很直觉的去判断，对我考试有帮助吗？这是考试的重点吗？他们要的是一个相对速食的产出。之后我发现，我想给的东西跟学生愿意接受的状况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开始纠结，我并不想要只当一个教书匠，只给你考试要考的东西，只告诉你课本的重点。我开始进入一个蛮大的挣扎，从2013年后吧，就是那我还要继续教吗？我不想要被困在体制里面，为了帮助学生拿到好分数，进到好学校，又被绑在这些教材啦、教学进度啦、升学制度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世界好狭隘哦，而且我看不到孩子的快乐成长、自由的展露天赋的那一面。那我一直挣扎，我还能做什么？我如果不当老师，我还能做什么？那确实当时候的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力，我就只会教书，我就只喜欢跟学生相处互动。那是一直到了2020年那一年，我内在觉醒了，然后我接触到了自我疗愈课程。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过去内在蛮多创伤的人，所以我学到自我疗愈，我知道这个是我很需要帮助自己的，同时我知道我也有能力借由这个去帮助更多的人。还有在我灵性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我积累了更多的内在的想法、经验跟智慧。你看我现在可以借着影片或者网络各种文字啊、语音的方式去分享，所以相对的我追求的是现在我能够自由的去产出我想要分享、想要传达的内容。而且其实当你内在频率一直在提升，尤其到了觉醒之后，你更容易去知道说你内在的灵魂智慧天赋到底是什么。其实离职是我在觉醒后的一次静心的过程，去接收到来自内在的很强烈的讯息，我要离开教职了。很明显、很明确的声音告诉我，我就觉得我可以勇敢的去做这个决定，因为我想要做的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然后可以分享给更多人了解知道的。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点就是，其实内在不断的在成长，经验智慧在提升的过程，当你频率已经不相合于你原本的工作环境的人事物的时候，你会有想要离开的这样的念头，是很正常。因为你频率在这，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你当前当下频率相合的环境，相对应的频率的人事物来跟你共事，来跟你共处，进到你的生命中。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想要离职的打算或者想法，或者你已经这样做的话，你认为你现在频率在这里，你要追求的是更多的自由，你要追求的是更符合自己内心的渴望、热情、冲动、想法，我觉得那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给自己一个机会，跳脱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帮助自己的内在更能够自由自在的流动去开展。那这对我的内在灵魂来讲是更舒适、更自在、更开心、更自由的。那如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与想法的话，那就请你告诉自己，这样我做的就是对的选择。那当然前提是你的生活要还能过得去嘛，然后你的经济还是要能够继续能够支持自己的生活嘛。所以这些条件你觉得都 OK 之后，那你转换跑道，那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新的工作内容、新的环境，它可能只是可以让你更贴合于你心内在的频率这样而已。所以我希望借由我今天的分享呢，来让大家知道，当你不断在提升的过程，你换到更好的环境工作，选择一个更适合你发展的领域，我觉得这都是值得被尊重与祝福的。所以我也一直希望，然后祝福大家能够真正从事让自己内在感到很快乐、很自由，没有约束，没有框架，你可以让你的天赋很自在的流动在你的很拿手的工作领域上，在工作中得到你很大的成就感、满足以及快乐。这是我最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有一些关于离职啦、转换跑道的心得啦的，比如说你找到了更好的成就感啦，更有内在的热情啦，也欢迎你跟我分享。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支持、分享咯。那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